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在中国吧，很多职业你都可以做，就是一条，不要干发明创造。这个专利不被保护，山寨遍地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则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发明会被用在什么奇妙的地方，然后成功的把你自己送进监狱。如果你恰巧是一个动手能力强、会打铁、能改装的朋友，建议你一定要低调一点，自己鼓捣，千万别让人知道。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欲加之罪，向来是何患无辞。浙江台州有一个小伙子，姓卢，从小就十分聪明，喜欢机械，热爱物理。11年前，他在老家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机械配件加工厂，买了机床，研究制造减压阀这种机械配件。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还真让他研究出了一种自动横压式减压阀，并且成功申请了专利，注册了商标。然后呢，就开始对外销售。这个东西主要用在有高压气体的设备上，比如给鱼缸增压、潜水氧气瓶调压、矿山设备中都有用的。而小卢的产品每只成本53元，批发价格60到70，物美价廉，所以很受好评。短短时间，工厂就生产了数万只，并且远销国外。本来是挺好一件事儿，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质量过硬，多好的工业名片呀！哎，一个好好的种子又让人给扼杀在摇篮里了。2018年，坐在浙江家中的小卢被远道而来、风尘仆仆的河南平顶山警察给带走了。原因是河南平顶山警方在吉林白山市破获了一起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的大案。你看看，这可是够绕的，一会儿好几个地方了。理论上来说呀，中国警察一般都只在自己片区内晃悠，不染指别人的地盘，不然容易挨揍。但是在利益面前啊，不是在群众的安危面前，那警察一个个化身成了正义的小蝙蝠，是千里追凶，成功的把卖零件的卖家抓获了。这一问来源，哎，他的横压阀就是从小卢那儿买的。这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呀！好好的一个机械配件，摇身一变成了枪支散件。被带到法庭上审判的时候，小卢大喊：“青天大老爷冤枉呀！这东西是我造的不假，但是别人怎么用，我可管不了他呀。那大街上卖菜刀的多了去了，要是伤了人，还得怪卖刀的不成？”哎，人家青天大老爷大喝一声：“大胆！法庭之上哪轮得到你这庶民讲话？你做的这个东西，明知道可能被用在组装枪支上，居然还对外销售，构成了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依法判处你有期徒刑10年，还不速速领旨谢恩。”对于这个结果，小卢肯定是不服气，于是提出上诉。不仅质疑法庭的审判有失偏颇，并且怀疑当时出具鉴定报告的河南省司法鉴定中心资质存疑。好，这可是叫上板了。不过呀，也不怪人家小卢生气。打2018年8月给他抓走之后，拖了2年才走上法庭对簿公堂，期间一直关着人家，也没个说法。而这款被当作散件的减压阀，在民间的应用相当普遍，而且不经过改装，也用不到制作枪上。根据2016年公安部制定的检验法，也明确规定，这些公开售卖可民用未经过改造的机械产品不算在散件之中。而随便在购物网站上搜一搜，依旧能找到大把卖同样产品的商家。而同样的一款减压阀，甘肃、上海、四川警方及法院却都在类似案件中明确表示，这玩意儿不算是枪支零部件。你说这公安系统到底有几个标准呢？是一团浆糊，还是平顶山警方拿着鸡毛当令箭，挖绝户坟，踹寡妇门呢？网友们对于平顶山警方这种侮辱人的操作，可以说是疯狂吐槽。但是在骂声之中，也有几个赞同警方做法的。
哎呀，这可给警察同志们感动坏了，握着人家手，赶紧叫他们讲一讲，这警察是在为人民办实事。一位穿蓝白竖条的老大爷就发话了：“你们啊做得对，这人该抓，那都全国销售，并且远销海外了，这不是军火贩子吗？要我说呀，10年判的太少，应该直接无期，让他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做发明创造到底对不对，并且呀，那些钢厂老板也不能放过，因为所有武器它都是金属做的，什么宝钢、首钢、鞍钢都得一查到底，不能姑息。还有那些做烟花爆竹的都有嫌疑啊。对了，那搞建筑的也有打钉子的气钉枪，也可伤人。你们也得赶紧一并查处了，让这些犯罪分子无所遁形。哎，大爷话还没说完，就让2个穿白大褂的给夹走了，一边走一边道歉：“对不起啊，各位，对不起，这老爷子上岁数了，脑子有问题。”在大家的热烈讨论之下，平顶山中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判，撤销了原判，给了一审法院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不知道这回这些千里追凶的警察能不能上点心。而倒霉的小卢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产品，也因为被关进局子没有续费而失去了专利权。这些事件和金钱的损失，心里受到的打击，不知道应该由谁来赔。而中国政府谈枪色变也不是第一次。2016年，天津一个大妈摆了个打气球的摊子，以此糊口，每个月按时交摊位费，结果让当地警方给捉拿归案了，当场查获了能打塑料子弹的玩具枪9支，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判了人家有期徒刑3年6个月。宝鸡市赵某自己动手组装了一把气枪，没事打鸟玩，结果也被以非法持枪提起公诉，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2014年，24岁的年轻人刘大卫因为买了几把仿真枪，被福建警方缉拿归案，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上诉后依旧维持原判。他父母不懈努力，是一路告到了高院，才让法院重审，把量刑减到了7年，并罚了款。而卖仿真枪的严志远也被浙江法院判无期徒刑，上诉多年依旧失败。这些人永远也不明白，明明是一把玩具，为什么政府会如此大动干戈？同样是因为卖玩具枪入狱被判10年的景安鹏，在法庭上说：“你用这玩意儿打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得到的只是轻蔑的回应。因为根据2010年公安部印发的枪支弹药性能鉴定规定来看，所有发射出去动能大于 1.8 焦耳每立方厘米的东西，一律被认定为是枪支，因为可以对眼睛造成伤害。所以男同胞们都十分危险，因为只要上厕所的时间够长，憋得够久，按照标准都可以按私藏枪械带走。而相比之下，网球、棒球、高尔夫，甚至羽毛球抡圆了的攻击力都比这个要大。上头害怕，底下搞一刀切，于是就出现了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判决，以至于现在连橡皮筋发射小纸团这种东西都得被叮嘱再三。这事儿最近被捅出来，也是因为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交枪运动，希望广大百姓积极配合。什么坏人不会听那就对了，因为王法管的从来都是老实巴交的。你没见在敏感时刻连白糖都得限购吗？也不知道这杆有多颤。社会的动荡，百姓的不满，从来不是靠抓几个穷苦百姓就能解决的。嘴封住了，怨气就能不在吗？当所谓的法律打着公共安全的名义，却做着搅乱百姓生活之时，这样的和谐不过是撒尿和泥哄自己。发明蒙冤，玩具蒙冤，而投资买房无一不惹是非。还是躺平吧，最安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发明恒压阀反而被判刑怎么看呢？你们觉得这些卖玩具和玩玩具的老百姓冤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拜了个拜。